比特币很出名的这一条高斯通道线，在5天的 K 线图里面已经正式转为绿色通道的结构。那这个高斯通道线，今天视频来聊一下历史上不管每一次它转红的位置或者是转绿的位置，有哪一些知识重点值得我们认真去挖掘的，以及比特币这个大头肩底的形态，前面在高位的时候也是跟很多朋友讲过，要烦一点，它有没有可能重新再压回这个大头肩底黄色的这一条颈线？因为在历史上每一次不管是过头肩底或者是过头肩顶的时候，它都会重新压回这一条黄色的颈线。那这一次算是有效压回确立了吗？短期比特币有没有看到一些好的现象？等下来聊一下。以及狗狗币最近也是有很多家人在聊，狗狗币那一只金鱼排名在第5的，最近又是买了超过30亿枚的狗狗币。那短期的形态我们要怎么去观察？复盘之前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把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哦。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这个高斯通道线，现在在5天的这个通道已经是正式转绿哦，而且这个转绿的位置，我想跟大家讲一个空间，就是它这一波上涨的空间到目前的位置是只有1倍，它是跟2015年当时底部起来的一个空间的结构是非常的像。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底部起来的空间，从这个位置拉到这个最高点，它是差不多有2倍。但是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如果我们从低点的位置只算到这2根大涨 K 线的收盘跟开盘附近，其实差不多也就1倍。所以目前整个比特币底部的结构跟2015年是非常的像，而且它前面的一波下跌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像，而且空间从这一个高斯通道破位的一个位置开始计算的一个下跌底部的空间，差不多是 58%。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次2022年的比特币整波熊市的底部，如果从这个 69K 的高位开始计算的一个时间，也是很接近2015年当时熊市的时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空间，从比特币价格跌破这个5天的高斯通道线下轨的位置下去，它的一个空间也是跟2015年的空间有高度参考性啊。这个位置跌幅是接近 60%， 所以这个低点的位置，我个人是觉得，就是目前的整个空间有可能是在第一波上涨的一个二浪的一个整理，尽量利用找低点的位置，如果有压回这个高斯通道上轨上沿的位置，个人是觉得这个位置支撑是非常强，该买还是要买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还有哪一些重点跟19年的有没有参考性。其实19年的这一个位置也是一样，它破高斯通道下轨的位置，这一波跌幅空间是没有比15年或者是2022年的幅度要大，只有跌了 49%。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上涨的一个空间是从低点拉到这个最高位，是一波涨幅直接是超过3倍啊，所以有可能也是代表着涨幅涨得相对比较高，它有可能洗回来的位置会重新破这个上轨，甚至破这个中轨，再去踩这个下轨，甚至遇到黑天鹅事件还会重新再测试。历史上的底部一般都是会重新再测底部的一个颈线的这一条支撑。其实2015年当时的一个位置，它在底部筑底完以后，就是这个底部的时间是打得非常的牢固啊。后面它突破这个中轨，甚至在过这个上轨的时候，就是重新压回的这个上轨的位置，然后再上去也不是代表着马上就要长驱直入，或者是主力资金就要马上进攻，因为上面还有套牢盘，跟现在的一个区间也是一样，它会重新再洗到这个低点的位置，其实也是在踩这个高斯通道的一个上轨的位置。所以目前的一个位置，我个人观点就是这样子啊，下面的地基是打得非常的牢固，而且整个形态它就是一个大头肩底的一个形态。上一次踩这个2万的位置，它就是重新在测试这个下轨，因为这个中轨是有压力，然后这一次是把中轨跟上轨过完以后，那现在是在压回这个上轨的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历史上的这一个头肩底或者是头肩顶，
当时破这个倾斜头肩顶的颈线的位置，就已经确立比特币就是一个空头的走势啊，甚至当时在高位的时候一直在跟朋友们猜点，而且这个 69K 的高位它是有一个顶背离的一个结构，所以当时在 69K 高位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猜点，后面破这一个位置的时候就确定熊市就是已经确定了。历史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2020年的结构，就是这一个大头肩底，这个高点，这个高点，这个高点，它突破的时候它是有重新压回这个颈线。那现在的位置颈线是不是已经压回确立？我个人观点其实空间并不多了，如果真的有再下去，也可以再留一些避本位。反正观点就是这样子，这个位置从高点下来已经跌了接近5000美金，这个 25K 的高点跌到这个2万也是接近5000美金，而且前面在这个位置没有整理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个很不好看的一个上升楔形啊，所以当时在高位也是跟朋友们讲要小心一点。但是现在结构已经变了，它是走成一个上升的通道，所以感觉是在通道接近下沿的位置，尽量我是觉得还是要站在买方啊。然后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目前短线的一些结构啊，短线的形态目前还是在区间震荡，到底会不会攻？现在是周六跟周日，目前也是没量，但是我们细心去观察一下最近4个小时的结构。这2根 K 线它不是在下跌，这一根下跌的一根 K 线是不是一个大量？大量，那昨天为什么来了一个螺旋，而且是有一个高点，把这个大量的高点给它收上去了？那这个位置说明是不是主力在这边刻意杀盘？我个人观点，有可能就是有一些筹码被主力给接走，才会有资金把这个价格拉到这个上方。那说明短线有可能就是这个位置，有可能主力是想拉，但是也是看到可能整理的时间还不够，有可能还是在这个位置箱体震荡。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短期的形态，也是讲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啊。前面这个 N 型起来的时候有2个支撑，当时是判断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守，守不住，最终是在守这个位置。其实目前的收盘价全部都是在守这个 N 型。就是这个 N 型高点有一个支撑 ，N 型的低点有一个支撑，还有一个这个绿色的支撑也是很接近。这整个整理的区间里面也看不出到底是 N 型在这个位置，还是 N 型是在这个位置。所以下方支撑是非常的强啊，它收盘价基本上是没有跌破这2根 K 线的一个低点，只有下影线是有跌破去测这个下影线的低点。所以目前的位置。狗狗币，我个人还是选择继续再看多，因为既然金鱼是在买入，那我的观点有可能这个位置还是在这一类哦。然后来看一下以太坊也是一样啊，就是整个支撑区这边有一个支撑，现在是变压力，但是你要下去的话，下去它这个 N 型，这个大 N 型的一个整理区间，目前有可能就在这个区间里面，尽量如果要做的话，可以看一下有没有低吸的机会，但是我不选择高抛啊，因为长线以太坊。还是尽量往上去看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